注意看，韩国选手使用违规打法掰断了中国选手手臂，手臂被掰断的可不是别人，而是中华虎杨建平的师兄严希波。台下的杨建平见到此情景，直接冲上擂台找韩国选手进行理论。谁料这个韩国选手根本没有把杨建平放眼里，愤怒的杨建平一把抓住韩国选手的衣领子，告诉他：“你给老子等着！”本来杨建平兴高采烈来到比赛现场观看师兄打比赛，谁料韩国这家伙不讲武德，使用违规招式掰断了严希波手臂。气不打一处来的杨建平当场就给金立硕下发了挑战书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镜头一转来到了比赛当天，杨建平本想用几记地扫踢给金立硕下马威，没想到韩国这个家伙真的很勇猛，奈何杨建平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。随后二人就开始了互换拳头。当解说中后陈佩，我是蔡志贤。刚开始杨建平非常猛烈的一个低扫，而加后手重拳。好的，一上来就非常的这个激烈。时间才刚刚过去10几秒钟，从小练习摔跤的杨建平就把金立硕带入到了地面缠斗。然而金立硕不愧是韩国的 MMA 名将，这才刚进入到地面，金立硕就把主动权从杨建平手里给夺走了，死死搂着杨建平的手臂，不让杨建平做任何动作。拿到优势位的杨建平却施展不了什么动作，看着就很憋屈。那这时候杨建平可以做一些 GMP， 一个手肘的打击。这时候不要客气啊，手肘靠近就对了。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，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好的机会。好，当心三角锁，当心三角锁，当心小心他的三角锁。对，已经有点成型了。他可以做一些虾形，转一个角度就会三角脚就会成型了。那杨建平呢，尝试站起来。这时候相当的凶险。当心三角锁，三角脚小心，要当心，不要让他扣住。哎呦，进来了，差一点。那这个在下位的金立硕只要做一些虾形，把角度做一个变换，就有可能锁到这个杨建平的颈部。现在有一点锁到颈部了，目前在尝试换角度，杨建平赶快脱身，解脱了，解脱了。杨建平坚决忍不了，直接就把金立硕提了起来，摔了2次之后还补了一拳。看来杨建平是真的愤怒到了极致。对，这就是杨建平的力量。刚才也非常危险，这个地面实际上是非常凶险的。好，现在金立硕做一个防御。好，其实回到站立的金立硕就像是坦克一样，站立不怂杨建平，地面同样也不怂杨建平，而且无时无刻还保持着进攻姿态。无从下手的杨建平只好和金立硕打游击战，也非常的激烈，相当精彩的比赛。好 ，overhand right， 这个杨建平的企图心相当的强烈。因为赛前我跟他讲不能像上次 UFC 这样太保守了。对，这次打的一看就是打得非常积极，要扫打。杨建平以前能够直接把对方扫飞掉。对，拳跟腿都已经够重了啊。那刚刚金立硕也在下位利用他的优势做一个尝试做一个三角脚。那我认为是杨建平可以继续利用他的力量，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。被逼无奈的杨建平开始对金立硕实施下前抱摔，谁料金立硕竟有泰山般的身躯，既然抱摔不了金立硕，那就使用过肩摔。金立硕这个家伙果然是个拳坛老油条，面对杨建平的各种摔法，金立硕一点都不畏惧。踹了这个肋骨，杨建平技术是非常全面的，但是金立硕并不好打。对，在Tiger受了训练了，应该相当的扎实。目前这个杨建平除了在东方荣誉之外，他也到这个泰国很著名的一个 MMA 的一个拳馆Tiger这边受训。Valentina 也在那边受训。但从这个准备来说的话，这个金立硕他可能准备的东西比较少。金立硕对杨建平会非常熟悉。是。杨建平赛前还跑过来问我说，金立硕在之前在台湾的打法，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些。趁金立硕不注意，杨建平再次实施下前抱摔。金立硕不愧是韩国选手，无赖二字已经被金立硕发挥到了极致。躺在地上的金立硕无时无刻都在注视着杨建平一举一动。虽然杨建平是处于站立，但面对躺在地上耍无赖的金立硕，杨建平也是无计可施。
可以走旁边或走中路都可以，两种选择都可以。或者像那招牌动作翻身，杨建平就喜欢做翻身的一个越位。对，杨建平曾经在空中有个空翻，直接越到了这个日本这个对手的侧面，都可以，都相当的漂亮。对，但是历史会出现吗？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。他不放弃啊，仍然尝试越位啊。卡斯卡啊，看他用哪个方式判断啊，进去了，哎，又出来。卡斯卡目前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。好，第二回合开始了，总感觉金立硕是带着仇恨来参加的比赛。金立硕的眼神真的很犀利。不仅如此，金立硕根本就不怂杨建平的突发猛攻。面对杨建平的猛打猛冲，金立硕直接就是拿着拳脚进攻进行还击。这家伙真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就跟是打不死的小强一样。来看一下，哎，又侧踹，第三个侧踹。那看起来这个杨建平在用力技解决金立硕。力技呢打倒金立硕不容易，但是可能会一下子滑倒了，哎，这些水军。金立硕感觉有点累了，这个低扫蛮重的。前脚的腿法是金立硕的一个缺点，对，所以被 MMA 战神张立鹏则是在台下给杨建平出谋划策，就相当于2位中国 MMA 名将对付一个韩国狂人。看这个阵仗就知道金立硕这家伙的实力到底有多强。然而金立硕依旧是我行我素，则是拿着拳头继续逼近杨建平。对，他没有这个抬腿预踢啊，没有做一个接腿，对头的防守也不太好。对，因为站立的话，杨建平是可以好再发挥一下，但是整合的不够过瘾。如果能给他用个降服。眼疾手快的杨建平一个接腿摔，成功把金立硕带入到地面缠斗。进入地面缠斗的瞬间，金立硕再次锁住了杨建平的手臂。占据优势的杨建平却没有武器来攻击金立硕。杨建平想起身却起不来，想揍金立硕却打不到金立硕。反观处于劣势的金立硕却占据了比赛主导权，真的是荒谬至极。对，因为金立硕的脚是非常黏的，他要找机会一直往上爬。开始击打，开始做打平。好，站起来了，哎，杨建平又想这个把金立硕抓起来摔，他应该用这个上击打他，开始击打，哎呀，哎，这个低扫跟得相当快，但是金立硕的抱剑放得太准，但是这个好像一直没有找到机会，他这个封闭式防守还是挺好的，哎，挺好的，对，一下去就夹住了。那夹住之后，就是这个杨建平没办法轻易做到一个齐分位，这是一个中立的位置。熬夜起身了，金立硕脱逃了好几次。这个杨建平这个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机会，有点可惜。本来这个回到站立的金立硕再次开启猛打猛冲，就算杨建平打出的拳头很精准，也很有效果，但就是无法阻止金立硕的步伐逼近，无时无刻的压制已经快把杨建平给逼疯了。此时的杨建平在站立能与金立硕打成平手，但在地面缠斗几乎丧失了对比赛的主动权。所以说此时此刻杨建平内心的压力非常大。杨建平体能的考验比较大，是非常相当的精彩。哎，开始重拳。拳法没有问题，摔法也没有问题，对，怎么降服他的问题，因为他太耐打了，带到地面呢，他防守非常好，这57秒，好，这 overhand right 做太多次哦，那个金立硕已经有了防备。主要还是就是摔倒以后的话，他并没有这个很好的这种降服。对，摔倒那时候就是直接打了，就不要做降服了。对
这个到角落之后要注意，角落非常的滑，对，太滑了。金立硕的力气如牛，脑瓜子堪比诸葛亮。对付杨建平的时候，金立硕又像是曹操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其道理很简单，就是我可以打你，但是你不可以打我。如果你要是打我，那我绝对会还手打你。这时候可以拼膝撞，也可以拼走，哎，放过了，可以拼走。对，他膝撞他的时候可以上面的走步打。非常顽强啊！这2局赢都是赢的，但是的话呢，第3局这个就要是，如果在体能下降的时候，防守失当有可能会也有可能，这是要保守的。瞬息万变。对，第3回合开始了，经过2回合的试探之后，金立硕的进攻攻势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猛了。奈何杨建平的拳脚也不是用来摆设的，既然在地面缠斗中获得不了什么优势，那就在战力上博取更多的点数优势。挺准重的，又重又准，用侧踹。但这个不用太着急。对，开档，哎，对，可以，这技术来了。金立硕所给予的压制力实在太大了，无奈只好选择下前抱摔来缓解一下。不过金立硕这个家伙的实力真的是深不可测，要么是躺在地上耍无赖，要么就是推开杨建平，或者是锁住杨建平的手臂。总而言之，金立硕就凭一个赖字才坚持到现在，不然早就被杨建平收拾了。那个太会转了，一整开了。好，这就是一般的一个防守的姿势啊，就是双手一个抱头，然后用脚来对付你，然后会做这个圆形的晃动。我觉得这个建平也不用太着急，其实恢复一下体力。好，要叫他说，我不跟你玩地面了，我要玩阵地的，叫他起来。但这时候摔跤出身的杨建平怎么可能一直和金立硕打站立？不过进入到地面缠斗的金立硕太赖了，无赖的招式与动作真的是层出不穷。可怜的杨建平真的是太可怜了。他头部这次呢，侧过来，侧过位，侧过位了，要把位置侧过来。对，就是看看杨建平怎么发挥智慧啊！毕竟已经把他贴到这么多次了，你就爬不过去，你看还是爬不过去，又被他踢开了。杨建平体力受一点影响，越踩越大。所以呢，做不出动作来。这一次杨建平拿到的优势非常明显，奈何2人太靠近围绳，压制无果的杨建平决定回到站里。从比赛一开始，2人就火花四溅，打得很是激烈。然而金立硕的战术打法就是在站立上对付杨建平，因为一旦到了地面，金立硕就开始耍赖。杨建平就算想和金立硕打地面，内心的恐怖也不会促使杨建平多次使用下前抱摔。看着拳，金立硕采取主动。杨建平继续找机会做侧踹，主要是要分配好体力。这是那个金立硕先乖了，下蹲防止他摔。对，直接蹲。离金立硕是要用做膝撞才对。你一下潜我就膝撞。但在这个每次摔都被对方摔倒，所以他还是担心他。这拼拳。经过长时间的站立对拼，杨建平再次实施了下前抱摔。打了将近15分钟的比赛，金立硕竟然还能有余力来反抗杨建平的抱摔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，金立硕这家伙绝对是个高手。你看，在他起的时候，快起边腿就能踢中头部。对，金立硕真的有他一套啊，屡被放倒，屡次站起来。打拳也是可以的，建平的拳也比他好。剩下1分钟，把手拿起来，防止着击中头部。手要拿起来，防止击中。攻防兼备的金立硕无时无刻都在逼近杨建平，试图逼近杨建平内围做针对性动作。奈何机警的杨建平根本就不给金立硕这个机会。谁料杨建平多次下前抱摔都被金立硕所破解。杨建平内心也十分无奈，又脱身了，又脱身了。这不知道第几次脱身了。建平现在
这个不足以降服他的力量。对，他的金蝉脱壳的功力太高了。你怎么摔我怎么拔起来。然后这个西重，哎呀，被打到后拿。不要靠边，怎么被打到角落了？杨建平貌似把体能用完了，趴在金立硕大腿上任由金立硕砸击。看来杨建平已经无法再和这家伙打下去了，除了耍无赖就是耍无赖，难怪阎锡波的手臂会被这家伙掰断。战力打不过金立硕的同时，地面缠斗也是频繁耍无赖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被金立硕所手臂。虽然金立硕耍无赖不讲武德，但最终的胜利还是归属于杨建平。在中国的地盘打比赛，岂能让外国人占了便宜？如果大家感觉杨建平打得好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杨建平的硬气。